万王之王始皇帝在小时候过的是猪狗不如的日子。热闹的集市上，小嬴政盯着馒头摊发呆。春燕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就和老板买馒头。没想到原本热情好客的老板在见到嬴政时脸色突变，厌恶不已地将馒头扔在地上让他吃。春燕愤怒地揪起老板的领子，但嬴政却毫不介意地捡起脏兮兮的馒头塞进了嘴里，扬起笑脸感谢老板的施舍。周围的群众也纷纷对嬴政投以怨毒的目光。他的亲人被活埋在长平，仇人的孩子却依旧安稳地苟活。面对着世界给予他滔天的恶意，小嬴政却只能扬起僵硬的笑脸应对。晚饭之后，嬴政借口累了要去休息，春燕却突然注意到嬴政身上出现了伤痕，他强行把人拽过来，扯开衣服一看，嬴政的身上赫然出现了无数道可怕的伤疤。春燕愤怒不已，以为是城里的人对他做了什么，但却被嬴政告知，他只要看见别人受伤或是被他人憎恨，身体上就会出现相应的伤口。别人触摸脸颊时，自己也会感觉到脸颊被触摸了。以视觉作为感知触发点，他能够察觉到他人的感觉，在神经学中被称之为近处式共感。症状千奇百怪，嬴政的症状是见到他人受伤时，自己会感受到相同的痛楚，再加上从出生开始就时刻被赵人憎恨，嬴政超越了人的领域，就连他人对自己的憎恨都会化为伤痛，不知不觉已经恶化到了这种地步。嬴政想当做无事发生，说只是有点疼而已，过段时间就会好了，但实际上他已经疼到都站不稳了。春燕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忍耐至今，嬴政认为他被赵人憎恨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份痛楚就是对他的惩罚。为了缓解身体着实的憎恶，年仅7岁的孩子凭借本能扬起僵硬的笑容，披上名为悲哀的铠甲，想着总有一天自己会被原谅。听完之后，春燕拽着嬴政愤怒地大吼着，他为什么不会生气，为什么不会憎恨？长平的惨剧他没有任何责任，他所说的这些伤根本就不正常，所以不要再勉强自己了，想哭的时候就哭，想生气就好好生气，不要抹杀自己的情绪，无视自己的感情。嬴政的笑容已经渐渐维持不住了，他是杀人者的孩子，被诅咒的孩子，生气和哭都不是他应该做的。春燕一把将他搂进怀里，就算父母是丧尽天良的恶魔，他的孩子也没有任何的罪过。他的伤不是诅咒，也不是罪，而是对他是个能够了解他人痛苦的温柔孩子的证明。他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听到春燕的话，回想起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，年幼的嬴政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，在春燕的怀里大哭出声，将所有的委屈和愤怒尽数发泄而出。那一天，嬴政打从出生以来第一次表现了自己的情感。第二天，春燕将自己缝制的眼罩送给嬴政，遮住眼睛，说不定就能减少疼痛了。戴上眼罩的嬴政第一次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，他说的好字也成了春燕最喜欢的字。从那之后，春燕成为了嬴政唯一一直相处也不会感受到痛楚的存在。和春燕度过的每一天都能让嬴政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。他们一起生活、练武，抹去墙壁上的诅咒，把欺负过嬴政摊主的馒头换成青蛙，嬴政也逐渐变得开朗。那是嬴政自诞生以来首次体验到的幸福时光。2年后，秦昭襄王、孝文王接连驾崩，抛弃嬴政逃回秦国的子楚继位秦王。嬴政成为了秦王的第1顺位继承人，被允许回到秦国。春燕负责护送嬴政回到国境，越过这片悬崖，就到了他们分别的时候了。春燕发自内心的表示，与他度过的这2年真的很开心。嬴政想要挽留春燕，但春燕怎么说都是赵国人，无法作为秦人而活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无数道箭矢朝着马车飞来，春燕迅速护住嬴政附身，马夫和护卫双双被射杀，马车失去平衡翻倒在地。4个身穿战甲的赵国士兵疾驰而来，将剩余的护卫杀害之后，拔出砍刀，杀气腾腾地冲向嬴政。他身为致死的时候是赵王的客人，现在失去了这个身份，自然就有人前来报复了。意识到都是因为他才害死了这么多人，嬴政扯下眼罩护在春燕身前，他要战斗。春燕欣慰地笑了，这才算是王子的样子。最后一脚将嬴政踹倒在地，自己赤手空拳地对上了全副武装的赵国士兵，毕竟这可是他的工作。春燕能成为护卫，自然武艺超群，堪称暴力奶妈。士兵持刀冲向春燕，却被对方一招高踢腿撂倒，另一人趁机砍伤春燕后腰，春燕矮身躲过一脚，正中命根，随后猛地肘击对方下巴。钢铁救完2人，春燕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士兵大喊着秦人受死，砍刀瞬间贯穿春燕肚腹，春燕吐出一口血气，毫不动摇，扭身一掌正中对方下颚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最后一名士兵趁着同伴的掩护冲出，一刀横斩在春燕身上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春燕无力的倒地。士兵持刀缓缓走向嬴政，大喊着嬴政去死。春燕却再次扑了上来，用力扭断了士兵的脖子。解决完所有敌人，春燕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嬴政不明白春燕为什么要为他做到这种地步，却没想到春燕说他原本有个和嬴政相仿的名叫春欧的孩子，那个孩子在长平和俘虏的士兵一起被活埋了。
纯欧死后，他陷入了自我厌弃中，日复一日地诅咒着秦国的混账们。而后他听说了质子府的招募护卫，他无论如何都想看看秦国的王子到底是个什么德行，如果看不顺眼就痛揍一顿。他和其他赵人一样，都是在寻求能将这份仇怨加以复仇的对象，但那种事已经无所谓了。如果嬴政这种能明白他人痛苦的孩子能成为王，说不定就能像改变他一样改变这个该死的世界。他希望嬴政走在自己的道路上，然后成为最棒的王。弥留之际，春燕将嬴政认成了自己的孩子，他温柔地抚摸上嬴政的脸，嬴政尽力扬起一抹笑，喊了春燕一声妈妈。春燕说了一声好，含笑闭上了眼睛。春燕死后，嬴政平安回到咸阳。3年之后，楚驾崩，年仅12岁的嬴政登基为王。25年后，嬴政成为史上第一位一统中华的始皇帝。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痛楚，哈迪斯不禁觉得是个麻烦的体质，但始皇帝却摇摇手，正是因为能理解他人的痛苦，他才是最棒的王。始皇帝的悲惨过去让格雷痛哭流涕，从小就要承受敌国人民的憎恨，忍受着超乎想象的痛苦，踏过不计其数的修罗场后，始皇帝得到了气之和，也就是洞悉心的能力。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约定。哈迪斯笑了，居然越过他，自称最高之王吗？始皇帝承认哈迪斯的确很强，但是他已经和某人定下过约定，一定要成为最棒的王，所以他绝不允许自己输给任何人。真没想到冥界之王哈迪斯会被始皇帝逼入绝境。布伦希尔德露出了得意的笑，能让始皇帝最大限度活用自己的体术。防御特化型的女武神亚尔维特，其名为军事的守护神，能够击中星河的祭团，让攻击无效并瓦解的防御，而且还十足耐打，就算是宙斯都对他表示钦佩。只有阿瑞斯像个大傻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急得拎起赫尔墨斯乱晃，问他什么气什么星什么到底是什么。突然间一只拳头抵在他下巴上，赫尔墨斯解释，在战斗中最危险的拳头是看不见的拳头，也就是意识之外而来的攻击。只不过始皇帝的空气团连被击中的感觉都没有，所以在察觉到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，可以说是无法回避的攻击。阿瑞斯听完之后更激动了，赫尔墨斯的意思难道是说哈迪斯没有任何胜算吗？那可是统治冥界身经百战的哈迪斯呀，不管是速度、力量还是战斗经验，哈迪斯都凌驾于始皇帝之上。但始皇帝却不惜消磨自己的精神，也就是靠自我牺牲来取得和哈迪斯抗衡的能力。人类这种东西还真是深不见底呀！哈迪斯抹了一把肚子上的血，强大的人之王有着绝对不能输的约定，但他又有必须守护的誓言。说着，哈迪斯再次发起攻击，手中的长枪抡得呼呼作响，犹如一道无形的屏障，密不透风的始皇帝的气团完全封杀。哈迪斯故技重施，伸长长枪劈向始皇帝，始皇帝下意识的抬臂格挡，却不想这只是他的佯攻。哈迪斯猛地下腰，抬高膝盖踹向始皇帝，锋壤之脚。猝不及防的一击，始皇帝只来得及抬手防御，瞬间失去平衡向后倒去。哈迪斯抓住破绽，抡向始皇帝灭门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始皇帝吐出气团命中哈迪斯肩膀，长枪不受控制的偏离目标，在战斗的最高峰将气团完全防住是不可能的。而就在哈迪斯一击扑空之际，始皇帝高抬右腿，尺有几式，白虎胡跃，蕴含着恐怖力量的踢击如同猛虎咆哮着扑向哈迪斯。哈迪斯抬臂抵挡，短暂的僵持之后，哈迪斯被这一击踹得急速后退，急速滑行数米才堪堪停下。哈迪斯一看手臂，一侧的肉都被始皇帝生生剜下。生而为人，始皇帝居然能达到这种境界，他原本是打算用这招结束战斗的。哈迪斯只觉得兴奋不已，而始皇帝同样回以微笑。